你自认为严 P 这个 P 是对于所有事情都很熟悉吗？你是一个什么都懂涉猎比较广，比较广，不一定精但广。但刚刚又闪过一些笑话，严 P 的 P 什么金什么广，严 P 的 P 是屁股的 P 吗？对，我就知道，我自己刚刚想说要不要讲，用掉了，都要忍着，没事，我还有更多更高深的东西。等一下会很多东西出来，那种落于俗套的就交给别人好了。是，对，基本的这种谐音笑话，就豪平是那种写到满出来可以传给别人用。那要不然你用这个，分你2个，分给大家。曾博还跟我要1个，他也自己分等级，有 S 级、A 级、C 级的，有没有？对，大家自己挑。那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跟炎上当天要发生的事情无关，叫爱情金头脑。我们准备了一些题目，然后是世界各地古今中外跟爱情相关的奇闻异事，然后看你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到，或者是猜出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好，这个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之后可能变固定企划，做不好就算了。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惩罚机制之类的东西。假设我们问7题，然后如果今天炎亚纶答的题目没有过半，那要做什么事情？哇塞！他经纪人在旁边这样，会不会在？但是他根本没在管。今天滑手机，一般都很紧张在看，说，会不会讲什么东西呢？没有，他在滑手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合作吗？为什么？因为他不太会管我。他管不了你吧？如果假设我们就问7题，然后3题没有过半的话，你要在炎上面做一件事情。哇，赌那么大，或是后台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说现场也没什么好惩罚的，看起来很单纯的一个环境这样。现场无法。对啊，例如说你在炎上的时候需要偷偷的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动作，就是讲话讲，你可能要做一个什么手势之类的这样。然后不管是在台上的时候，还是在旁边等的时候，对，我们一边想，我们可以指定你做一个动作，好不好？好啊，好 ，OK， 好，在台上亲十字铁之类的。这你说不定在台下都谋福利，对，他会太开心，自己谋福利，千万不要把台下做事情搬到台面上来。这不是让许愿呢？我们等一下想一下，说不定强吻某个人你不是都被强你，那这样就没有惊喜感啦。因为他毕竟性向有被怀疑过我们等一下再指定，上面有很多人可以用。好，如果说今天炎亚纶没有通过这个爱情金头脑的考验的话，必须在这炎上强吻某个人。好，我们等一下再来 order， 好不好？通常这种玩游戏是可以事后再这样讲的嘛？那如果你们2个输了我们是主持人呢，当然不用怎么样。有这样豁免权吗？如果说是我输，我去强吻某个人，好不好？那人很衰哦。你这个停顿我很喜欢呢。现在主持人很多都塞太满，这个停顿很赞，有一点空白，口干舌燥，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看谁输再来决定，好不好？就最后不管是谁输，我们2个都互相吻。好，第1题，请问在早期社会规范严格的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这个地区年轻情侣为了在家人面前保有私密的对话，会使用一种特殊的工具。请问这个被称为求爱棒 （Courting Stick） 的工具，主要的功能是：A. 透过敲击特定节奏来传递摩斯密码般的讯息。B. 一根长长的空心管子，让情侣能在房间2端对着管子轻声说话。C. 一种内藏小纸条的装饰性手杖，用来秘密交换情书。请问这个求爱棒是什么功能呢？是要怎么用呢？如果你怕忘记，你可以拿纸本，然后看着那个选项。上面还好，有选项。因为我们不像说全明星攻略，直接旁边这边有那个荧幕在那放。他是蔡尚华，对，来剩5秒时间。还有5秒还有这种的没有，我可以边聊嘛。求爱棒这种东西听起来就很色。我觉得是 A 呀，对啊，透过敲击特定节奏来传递摩斯密码一般的讯息。摩斯汉堡。所以以前这个笑话应该不会在演上再讲。就是这个情侣要求爱，我还要懂摩斯密码，咔咔咔咔咔。不是，可是他说求爱棒还是用那个去触碰对方。那不是很明显吗？路上这样碰你，对啊，拿一根我就知道。可是因为他们那个对话不能被父母听见，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子摩斯密码是不是？就敲在墙壁。所以在街上遇到一个想求爱的对象，我就拿我那根这样去碰吃他那根，啪啪啪啪啪这样。会不会来到新英格兰就会听到满街都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啊？然后风铃求爱的声音。然后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我觉得是 A。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期摩斯密码应该是大家都要学的吧？还是没有？那个时期都要学摩斯密码吗？我不知道。就像99乘法表一样。你知道 SOS 是什么吗？不知道。SOS。
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就是这个那个手势打什么东西？哦前来讲你说摩斯密码？对，摩斯密码不知道，你以为是团体是不是？爱你爱到死那个。就是他如果是摩斯密码，好像3长2短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如果是求救的话啦，你露营的，你搞露营的，你不知道你是女童军哦？不是啦，我平常在露营啦，但是我露营我那边传摩斯密码早被熊吃掉了。来得及吗？谁会知道？谁会知道？好，来我们请乌马斯公布正确解答。答案是 B， 一根长长的空心管子，让情侣能在房间两端对着管子轻声说话。因为在社会规范相当严格的早期新英格兰地区呢，年轻男女谈情说爱不像现在这么自由，所以呢，他们很少有独处的机会。那当男方拜访女方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女方家人的注视下进行然后由于当时的房子压力好大，压力很大。对，那当时的房子普遍不大，所以全家人常常会围在同一个壁炉前面，那就让情侣之间呢几乎不可能进行私密的对话。对，那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呢，一种叫做求爱棒的巧妙工具就应运而生，它是一根长达2到2.5公尺的空心管子。对，那有一个说话口和听话口，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吧，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个，这就是杯子，对，中古世纪的 Tinder 啊。对，用听的，用听的，对，但距离比较短，对，那他们可以分隔两端，就可以对着这个管子呢轻声细语，互诉衷情。那旁边的家人呢就听不到了，所以旁边的家人会知道他们在做这件事啊，就是那一根长长的。所以就是他用那根讲话的时候，你注意你的手势，你 be careful your 手势。在用那一根说话的时候呢，你跟康永哥在康熙的时候说的那个，那就请喝酒吧。这是一样。用那个说话的时候呢，是家人还是要在旁边看哦？这不一定会看到吧？有一张图长这样太显眼了，太显眼了吧！各位到 YouTube 上去看这张照片，他那是所有人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人就拿一根管子在互相在那边讲话。宝贝，我们明天约在那个树丛下。等一下要用传教士体位，用那个全世界都知道你在求爱啊！天啊！好，反正就是当年呐，没有办法哈，所以好烂的方法谁想的？对，就是所以这题炎亚纶答错了，糟糕！我先问一下，总共是几题？总共我现在是先7题啦，你要至少答对4题才有过半，就是我不能错超过3题。对，不能错超过3题。好，所以这一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是不敢表达自己情意的状况。对，那你有没有曾经有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然后用很特殊的方式表达，例如送礼啊，送什么东西？我有发现我自己对于真的很喜欢的人，会就是战战兢兢讲话会很小心是吗？任何事情，不管是今天是传讯息给他的频率。然后或者是说找他的频率，或是讲话的内容，或是讲话要不要这么的满的那种表达爱意，对，或是要冷一段时间再怎么样，反正对，真的很喜欢的那一种呢，我就会做很多很白痴的。所以你有可能是那种你已经打了，然后就想不对，然后删，然后再打这样子。对，所以之后呢，我就知道这种的呢，我就不能碰。我就自己把它切掉，其实没有那么适合你，因为让你压力很大，会让我非常失去自己的节奏。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是，就例如说我不敢喝酒的原因是我不喜欢喝酒的原因是我如果喝酒，我万一很醉啊或怎么样，我不喜欢把你会凶性大发，就是不一定是凶性的，就是说你真的很活泼就是那个我不知道说万一我的弱势我的弱点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例如说告白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会觉得说我如果今天告白好像我是某种程度上示弱，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我希望你也喜欢我，所以我会害怕这种，你看我搞暧昧可能搞到2年以上这种东西，就是我害怕这件事情。天好久啊，搞超久的他，真的很久啊。就我对我来讲，就是今天示弱，或是有可能让自己展现出某种弱点，我是害怕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去删掉对方是不行，我不能够让爱情这件事情变成我展露弱点的一件。不是弱点，是我有更想做的事。比较起来啦，我觉得那会耽误到我蛮多时间。我后来检视起来，这种爱情浪费我蛮多时间的。但是你之后发现，在一起比较舒服的人，反而是不会让你这样子波荡那么大的人。对，情绪起伏那么大的人。对，那就会又面临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可能在生理需求上没有那么直接的反应。硬不起来。倒不会，但是是需要做一些
建设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OK， 就是可能荷尔蒙之间的共鸣啊，没有那么强烈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它就是一个高冷型，稍微现在是比较偏高冷型，你会避开让你变得不高冷的人。哦，对，以至于现在都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人这样。哎呦，是没有出现，还是出现了你就假装没看到，或者是现在已经把它切开了这样子啊？还是你觉得你现在先想要空一段时间？也没有空啊。就说 available， 大家来吧。不是，是大家不来。你知道大家来，大家不来。你说我要大家来，还是大家不来啊？对啊，没有你想要大家。你想你们现在两个人的对话是没有办法对的。对啊，到底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想有开放的状态吗？你希望有对象的吗？我有啊，我现在有啊，现在有对象哦，所以我现在不是单身的状态。OK， 好，吵起来有这个问题。对，太久OK， 好，反正就是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让你舒适的一个人，对，自然可以做自己的。好，那但是到底能不能真的好好做自己，我们要看第二题了啊。第二题，在欧洲某些地区的古老求偶习俗当中，女性会把一个东西放在腋下跳舞，然后送给心仪的男性。如果男性接受而且使用了这个物品呢，就表示他有意思。请问这个充满体味的定情物通常是什么？A. 一块吸满香水的丝绸手帕。 B. 一片在腋下沾染汗水的苹果。 C. 一朵经过特殊体液浸泡的花朵。好好思考，你刚错一题了。好难对啊，这个蛮难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要使用的话，就是男生还要把这个沾了汗水的苹果吃下去，有多恶心啊！就即便是古代的欧洲，我都觉得不行对啊。B 好像不太会是选项，好像是我觉得 A 比较合理啦，对不对？就至少说我还会用这个东西，对啊，就是吸满香水我会用，但好像又不够特别。可是如果他就是要让女方很确定知道我对你有意思，就要做出一个勇举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沾满了汗水的苹果，然后在你面前好这样吃下去，那女生就觉得 OK， 他很有诚意。什么蜜饯哦？没有，是烟熏的那种感觉，烟熏火腿。哇塞，那味道有多重？骚味。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味道很重，但是可能他们觉得是荷尔蒙的味道，他们不觉得臭啊。那 C 也可以啊，对，有可能是特殊的体液，就只是汗味，那个汗腺的味道在上面呢。那为什么要夹在腋下呢？就是它更浓啊，腋下也有那个啊，那个什么狐臭什么的、啊。对，你说要浓上加浓，对啊，对，你浓我浓。天哪，你都讲一些很老的东西会吗？你是在担心？你在担心？你浓我浓，跟上心头好像这样唱。我不会这首歌，我也不会，你更老，你超老的你。我是个老灵魂，老屁股。好，所以你的最后答案是 A。哎呦，又选 A。Aaron 选 A， 一块吸满香水的丝绸手帕。来，乌马斯，请解答。答案是 B。一片在腋下沾染汗水的苹果。Oh my god！ 在欧洲的某些民间习俗中呢，尤其在奥地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存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求偶方式。女性呢会把一片苹果或整颗去皮的苹果放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尽情跳舞，直到苹果吸满了她的汗水。之后呢，她会将这颗充满个人风味的苹果赠予心仪的男性。天啊，整颗苹果夹在腋下是要怎么夹？这是什么综艺节目的无聊游戏？所以如果他想要多点人追求他的话，那要夹2颗。他嘎吱窝会受伤、拉伤。所以平常他们可能要练习这个夹力，这对女生他们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必备的一个然后告诉你我很会夹，对，我可以夹2颗苹果，吓我一跳。但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男性如果接受而且吃下这颗苹果，就代表他接受了他的情意，也就是呢接受了他的气味跟本质。这个说法可能就是代表就是说气味或者是说夹杂了费洛蒙的一些化学讯号呢，很可能呢是人类挑选伴侣的隐藏指标。